他，就算被他们带走了也好，至少我还有机会把他给救回来。但是，我看到那些受害者他们那么残忍，那么痛苦，我没有办法想象，如果血液在他们手里，他会遭受什么样的折磨？世界上最恐怖的景象，莫过于看也看不清的黑暗。这是他试图要击垮我的手法。简瑶，你不能被打败。如果你输了，我又能怎么赢呢？我没有子玉那样专业的技能，我控制不住我自己控制的情绪，我就是一个普通脆弱，用你以前的话说，愚蠢的女人。可是你还需要我吗？他拥有最敏锐、最精准的犯罪头脑，在整整的1年里，甚至更长的时间，试着评估我、观察我。他也许比我自己更了解我自己的内心。最后，他找到我的弱点，就是攻击你。作为对我最有效的宣战方式，简瑶，正是因为我需要你，你才会遭受到攻击。你会怨恨我吗？之所以不是因为你，是因为他本来就是来自地狱的魔鬼。我害怕的是，我不但没有帮到你，反而拖累了你。这会是他做的最错误的一个决定。他以为你会让我软弱、胆怯，但事实上，你在我的身边，只会让我自己感觉更强大、更稳定。好攰，喂，小心小心。你做咩要揀呢條路啊？喂，我都唔知喎，第一次行。喺邊休息下先。飲啖水先。唉，唔該。魏教授，尸体全部找到了，分别被丢弃在本港4处的山林和郊区。同时，鉴定人员还发现，1号还在他们身上拿走了纪念品。谢谢。我们已经询问过3位死者的亲人和朋友，他们彼此都不认识。初步可以判定，1号是在随机选择作案对象。另外，女死者除了是售楼小姐，还在一所夜校上学。男死者不仅是建筑师，还是一名作家。
得过几个大奖。罗教授，我认为他的选择也并非是随机的。3个失踪路段的监控录像都显示，嫌疑车辆那几天多次进出停靠。我们可以认为，1号是在观察选择目标，而女性死者是在回家的路上被他诱拐。男性死者和老人平时并不会经过失踪路段，也是因为去郊区和探望女儿才临时经过。所以，很有可能一个是有计划的，2个是临时起意。我看这是故意的花样百出，让我们无从下手。他会不会是想在我们暗示他有多重人格？3个人，有3个排列组合方式。从诱拐的方式来看，女人是有计划的，男人和老人可能是随机的。你有什么想法？以往我们遇到选择的受害者都是同一类型，有明显的连贯的标记行为。可是这一次，我们面对3种不同的作案手法，要直接画出罪犯的画像，的确无从下手。那么记住啊，再复杂的犯罪心理案件，都脱离不了本质。本质上，它始终是一个心理。对于一个心理异常的人来说，虐待折磨时，杀人分尸时，始终会控制不住欲望，泄露自己的真实情感。所以，我们要找的画像因素，一定会隐藏在这个案件里。以他自恋的程度，以他自以为可以驯服我的愚蠢心态，你认为他会忍不住向我展示什么？你可以按照这个画像去找嫌疑人了。这个是对于心理学的应用十分的得心应手。他肯定受过高级的系统教育。你去美国的中心局查查，看看全美有哪几家高级的心理学院有符合侧写条件的毕业生。好的。子玉，尹子琪已经赶到香港，以李阳未婚妻的身份正式报警，声称她失踪。你和我都见过李一阳，虽然不能确定他和这个案子有没有联系，但肯定的是，他不是。那他会不会是受害者呢？不管他会不会，杀死一个猎物之后，肯定会寻找另一个猎物。你在干嘛？你叫我？我问你在干嘛？需不需要我做什么？你回房睡觉，睡醒之后穿得漂亮点。为什么？我要保持状态，
每个参数都要调整到最好。根据经验判断，你每次精心打扮以后，都会令我更加愉悦，我的思路也就更加敏捷。好。姐，姐，什么事？你在哪儿啊？酒店的管理人员会疯掉的。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这里安静，有利于思考。你不会一整夜都没睡吧？太顺利了。现在的关键是，我所得到的画像，正是他所给我的画像。画像是假的。不，画像是真的。是他的误导。他是一个喜怒无常，但是，他既然敢给我这个画像，就表示笃定了，按照这些条件，我们找不到他，而他已经开始了第二轮的犯罪。而我就输了。多么精妙的一个犯罪计划！那怎么办？那线索岂不是都断了？如果我是一个自大狂妄的人，我得到这幅画像，我肯定会如他所愿，一步步走向失败。只可惜，我的大脑极度清醒，他料错了。你有发现了？在他的行为里，还有4个矛盾点。当然，他自己并没有发现。他在想，多么可悲的自大狂，他就快要原形毕露了。第一点，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点，对于一个严重的心理障碍者来说，最重要的那部分幻想，不是回顾、憎恨和报复过去，而是如何实现内心深处真正长期的渴望。这才是
杀手们在犯案的过程中能够达到身心极致愉悦的唯一条件。可是，1号把这一部分藏到哪里去了呢？的确，在杀人机器案中，孙勇幻想成冷血杀手。可是，1号的渴求是什么呢？第二，他最强烈憎恨的是女人，那么就产生了一个悖论：为什么他掠夺了男人的人格，却不连女人的人格一起掠夺呢？第三，虐待男人的期间，他为什么用胶条封住男人的嘴？因为他不想听到男死者的声音。所有的行为，哪怕是连他自己都没有注意到的行为，一定都有原因。他为什么单独不让青年男死者发出声音？现在的确疑点重重。第四，为什么拿走老人的一缕银发？如果是象征着对死亡的生命的主宰，鲜血或其他器官会令他更兴奋的话，他为什么只拿走一缕柔软的头发呢？因为银发给人的感觉是一种岁月、沧桑、比较柔和的情绪。精准。最后一点，他在杀人之后，为什么把3个受害者连同一个洋娃娃摒弃在相距甚远的不同地点？如果那都是他憎恨以及想要摒弃的，他为什么不一起扔掉，反而大费周折呢？不言而喻，这3个受害者之间肯定有着必然的联系，只是我们目前还没有发现。我们现在能做的是回到第一步，对受害人的行为分析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根据你的要求，我们把3位受害者的家属全部请来。只是我不太明白，我手下的人查了个遍，对3位受害者并没有任何关系。郭教授，您到底想要找什么？我们要找的是不同的东西。是1号的幻想。我哋一齊已經做咗2年啦。佢係我見過脾氣最好嘅女仔。隔離鄰舍都知㗎，我老豆一世行得正，企得正，佢做咩事都冇虧心嘅。佢教書教咗一世人，自己都唔使使錢㗎，慳埋啲錢捐晒俾啲冇專讀書嘅細路。她有没有男朋友？失踪前她有什么异常的行为吗？佢曾經有過一個男朋友，不過半年前就已經分咗手啦。他經常參加刺殺活動。係。我需要他資助過的所有人員名單。啊，係啊，如果佢冇出事嘅話，下個月就可以升職噶啦，調去南丫島。你弟弟有很高的寫作天賦，他為什麼不是職業作家？我爹哋媽咪唔係好同意呢件事，佢哋覺得寫作係一件虛幻嘅事，唔可以做謀生嘅職業，所以宇智喺大學嗰陣時就要佢選擇咗建築專業。但是他並沒有放棄寫作。宇智係一個好恒心同毅力嘅人。舊年升學獎競爭好激烈，但係佢都係贏咗。佢係最好嘅，佢真係最好嘅。梁先生，
感谢你协助我们调查，有什么情况我会再联络你。好。我知道你这种表情，你已经有眉目了，是吗？线索足够了，你知道他的幻想了？我知道了全部。他的幻想，他的渴望，以及确定他身份、姓名、样貌的办法了。他到底想要干什么？展示。展示。所有的过程中，他不断地留下线索，是想表明这些案子和其他冲动杀人不同，所有的内容都是想展示给我看的。他有一种被强烈关注的需求，他愚蠢地认为所有人，尤其是我，会被他的成就给倾倒。他的人生，他的人生，准确地说，是部分真实和偏执虚妄相交织的人生。每一个连环杀人犯的行为里，不管他有多么疯狂，多么的不可思议，都会有他的思想，还有逻辑。我们要拼凑的，就是他的犯罪构图。在他的构图里，我们要知道他要说的是什么样的故事。已死者华晓，售楼小姐近期会调职到南丫岛。而杨宇哲就住在南丫岛，并且打算买房子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这两个人没死，未来就有可能会相遇。多么美妙的爱情幻想！难道仅仅是因为他们可能会相遇，1号就杀了他？不是可能。1号不是已经安排他们相遇了吗？确定了这两个人的定位之后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想象中的家庭，温厚包容、有引导力的长者，一位老父亲，年轻的父母，可爱的孩子。周林甫的形象对于杨宇哲来说是一个完美的老父亲。他是一个国文教师，可以从小开发出孩子的写作天赋。他宽厚、通情达理，不强迫孩子选择自己不喜欢的职业。嫌犯在想象中把自己带入了杨宇哲，设计了一个最合适他的父亲。我还是不明白，为什么他只设计了一个老父亲，而不设计老母亲呢？因为在现实里，情况恰好相反。嫌犯从来就不曾拥有一个父亲，只能靠自己的想象。在他的生活中，真实存在的是他的母亲。很明显，对于这个母亲，他充满了恨意。在任何代表母亲的角色面前，他只能自动退化成幼儿，从来都未曾成年。当然，也不需要想象出更加年长的母亲。当他面对杨宇哲的时候，他把成年的自己带入了进去；而面对华晓时，他又把幼年的自己
带入了进去。所以，华晓既是完美的伴侣，又是儿时他曾经想要的妈妈。有了这个幻想以后，其他所有的疑点都有了解释。他为什么只掠夺男人的人格，只鞭笞女人？他为什么拿走老人的银发、洋娃娃的双手，还把他们扔到一个相距甚远的地方？因为最终，他想从幻想中解脱，回到仇恨里，他狠狠地抛弃了他们，而后开始新的一轮幻想，寻找新的受害者，组建新的家庭。仅仅凭借这些不存在的东西，完全凭借自己的幻想和联系，他就能杀了3个不相干的人。对于心理扭曲的罪犯来说，已经足够完成一个丰富的幻想。为什么纵火案之后，他会偷渡离开大陆，来到香港？2015年，全港华语科幻星河奖颁奖典礼就在他返港的第2天举行了。他当时长途跋涉，应该就是为了参加这个颁奖典礼。我马上去查一下参赛者的名单。不用了，我已经让子玉去做了。我编写了一个特殊的小型搜索引擎，可以自动搜索和筛选近10年来地区及以上各类文学赛事的资料，包括……请你只说结果好吗？符合你侧写的总共有7个人。7个嫌疑人太多，我们并没有那么充足的排查时间。但是你给我的资料实在太有限了，如果想要缩小范围的话，我还需要更多。把杨宇哲的影像再放一遍。其他3个被害时并没有被封住嘴，为什么杨宇哲的嘴却被封住了呢？因为杨宇哲认识他，又或者说，杨宇哲知道他使用过某个身份。7个符合描述的侧写中，有谁是最有可能和杨宇哲有过交集的？有一个人完全符合，31岁，美籍华人，单亲。梅君远，2015年科技星河奖，杨宇哲得了金奖，他是第2名。这是他参赛时提交的护照、简历和其他资料。坏消息，我快速地检索了他的个人信息。护照号码不存在，是伪造的。但是至少我们认识了他的脸。我现在只能尽可能的在多的数据库里面进行面部识别，但需要时间，而且准确度有限。梁 Sir， 有2單新嘅失蹤案，受害者要求同你監控嘅類型有啲相似。马上把详细资料传过来。Yes sir。Andy， 把导航定位在星河街珠宝店。2个失踪人员，一个退休的文学系教授，一个年轻女性。为什么你选择去那个年轻女性的失踪现场？因为她是珠宝店的销售小姐。销售小姐怎么了？重点是珠宝店。哦，珠宝店一定会有监控。还不算太便利。我仔每日接待嘅客唔係好多，鋪頭入邊又冇咩特別嘅事發生。係啦，你哋揾緊咩啊？一張臉，一張好不容易才被發現的臉。就是这里，真婷。是他。时间是前天上午大概10点53分。
他以客人的身份接近受害人小何，并留下了电话号码。小何事后肯定是联系了他，下班后被绑架骗走。你看这里，他出门后并没有马上离开。当时就是站在这儿，站了这么久，他到底在看什么？或者说，他到底在等什么？他在看自己的下一个受害者。下一个受害者？喂，静言，新尔店珠宝店附近有什么小学吗？有了，红吉小学。你能查到学校里面最近有谁参加过文学类的比赛吗？有了，徐子希，9岁，红吉小学3年级，参加第12届天文题材少年征文大赛。组委会官方显示，他是特等奖获得者。颁奖礼的时间还有地点呢？颁奖地址是港府天文博物馆2楼。颁奖时间是今天下午。现在。今日我哋喺呢度舉行香港第12屆天文主題少年徵文大會嘅頒獎儀式。自從我哋創成徵文開始以來，全港共上交學生參賽作品有3000幾件。咁經過我哋所有培訓精心嘅評選，呢次徵文活動一共選出3等獎5名、2等獎5名、1等獎2名、特等獎1名。徐子希在前排中线向坐第2个位置。香港天文館嘅副館長金屬先生為我哋做一個點評，有請。各位大眾、各位同學，大家好，我係本館嘅副館長。本館非常榮幸聘請到大家出席今次嘅頒獎儀。今次參賽作品都非常優秀，喺大家同學積極嘅參與之下，創造出優秀嘅成績。多謝大家，多謝各位評委，多謝各位同學。收到中文3次，喺專家同埋多位評委老師親招選。做咩啊？你做乜嘢啊？做咩啊？你放開我！放開我！而家有請我哋嘅嘉賓為小朋友頒獎。看什麼去？我喺呢度感謝大家同學嘅積極參與。
事吧？没事。韦教授，你们没事吧？没事。孩子呢？安全。我已经派了一组警员24小时保护他，嫌犯不会有下手的机会。这上面有他的指纹，拿回去查一下，看看能找到什么。根据奖杯上的指纹，我们已经确定了犯罪嫌疑人梅君远，真实姓名谢寒，英文名 Jabber。资料里并没有他父亲的姓名，母亲是一位古生物学家，常年在南美和非洲偏远地区考察，对谢寒的成长十分冷漠。谢寒成年之前至少换过5次保姆，可以推断，他曾经遭受过成年女性的性虐待。19岁，谢寒的母亲去世，他名下有一大笔与他收入不符的资产。我追查了谢寒继承的所有遗产，自2003年开始，他将所有财产从美国转移出来，手法非常的巧妙。目前无法确定他的具体财产情况，但可以看得出来，他拥有巨大坚定的经济基础来支持他的犯罪行为。谢寒最后一次在美国公开露面是2006年，自从那以后便消失得彻彻底底。透明的第一个案子，就是2006年犯下的。这么看来，谢寒从那个时候就开始犯罪了。谢寒名下的资产有没有流转到香港的？没有。我相信他在这里有私人控制的独立住所，而且地理位置相对僻静，占地不会小。你查过李义阳家族名下吗？他查过，令氏名下和尹氏名下他都查过。这是几名死者被绑架抛尸的地方。这是新增受害者失踪的地方。根据交通分析和地理研究，大致可以确定歹徒作案的舒适区。他这个范围也太大了吧？如果没有明确的指向性的线索的话，这么大的范围很难找到那几个失踪者。金瑶，简瑶，别看了，这会越看越难受，而且也不一定是他。是的。简阳，我明白你心里的感受，但是我真的试了很多种方法了，实在是看不清，而且没有任何的方法可以。子玉，你们在说什么呢？简阳觉得第5号受害者是他的朋友，叫李熏然。李熏然，说说你的想法。你说过，嫌犯通过征服和展现统治力来获得快感，只要不屈服，只要还有反抗，他的欲望就得不到满足。没错，我了解熏然，他是一个意志力非常坚定的人，肉体上的折磨根本不会让他屈服，他的力量来自于
他相信邪不胜正的信念。放弃吧。你的小美人并不在乎你，说不定她已经把你给忘记了。珍妮和我一样，我们都很聪明，我们知道这世界上谁才是唯一值得珍惜、值得抢到手的。但是到了最后，她一样会被我除掉，因为我想要的全都会是我的，我一个人的。你孩子呢？在你的完美家庭计划里，应该有个孩子，可你并没有抓到他。我会抓到他的。但是你空手回来，就说明你输了。你根本没有你自己想象的那么聪明。正如你在我面前所宣扬，你比薄景言领先那么多，可你却还是什么？只要抛出你脑子里自我迷恋的妄想，人人都看得出来。其实你的内心只是一个愚蠢的、恶心的罪犯而已。所以谢寒会想方设法在精神上折磨他，嘲弄他所相信的一切。如果谢寒要向熏然显示他比警方更强，比你更聪明的话，在录制这段影像之前，他很有可能会告诉熏然他要干什么。手指，手指，他的手指在动。他不是一直在挠头发吗？我也以为是他在挠头发，其实不是。熏然很小的时候，李叔叔就教过他摩斯密码。摩斯密码？李熏然不是普通的受害者，他是一名刑警，他肯定可以注意和观察到一般人注意不到的细节。如果他想试图传递信息的话，那肯定是很重要的信息。那我们还等什么？把刚才的录像重新播放一遍。OK， 马上找个密码专家来。不用了，阿栋。3、7、6、7。33767，这5个数字对你来说有什么特殊意义吗？难道有2次破译？但只有5个数字。我想，大部分的路灯的灯杆上应该都有编号。3376号路灯的位置已经。爹，这个别墅有2个独栋楼那么大，平面图不是很完整，也没有剖面。这个地下室的入口在哪儿呢？
下室的埋深很浅，投入光线的方向，还有当时的时间。这位，通往地下室的入口应该是在主动门厅向右第3个房间旁边。收到。去。已经在路上了。我已经介绍过我自己了，我是你未婚夫的朋友，我现在正在帮你救他的命。刘 Sir， 发现地下室入口，准备进入。发现弦外录片中的地牢，正在搜索中。梁 Sir。梁 Sir， 仲有呼吸嘅。梁 Sir， 呢度仲有一個。地下室搜索完毕，发现2名幸存者，急需要派医护人员下来。根据体貌特征判断，应该是范海之和何爱文，并没有发现其他幸存者。继续搜寻。是。喂，我到了。小姐，唔好意思啊，呢度唔可以入去噶。我是你们负责调查的薄敬言的姐姐，我有重要的事情找他。这是我的身份证件，你们让我进去。何教授嘅家姐會姓尹噶。现在情况很紧急，你们不让我进去，让他出来。唔好意思啊，警方喺度做緊嘢，何教授好忙。那叫一下子玉，叫傅子玉。是他。喂，小本，我们终于可以直接讲话了。想干什么？尹小姐告诉你炸弹的事情了吗？给我呀，先别动。立足不要动。别墅里可能安置了炸弹，所有人原路撤出。所有人原路撤出。这是你安排的下一步游戏吗？你夺走了我的猎物，破坏了我的完美家庭，我也应该有所表示，对吗？你介意告诉我你的游戏规则？我需要你先走到院子里去，这里距离太远，时间来不及。我现在距离别墅主楼10米远，这个距离可以吗？很好，
主楼3楼的西端，还有侧楼3楼南端，各安放了一个炸弹，炸弹绑在2个人身上。我想不用说，是那2个人，对吗？李轩然和厉一阳。李轩然在主楼，厉一阳在侧楼。一旦我激活炸弹，你有3分钟时间。从你现在的位置跑到任何一个房间，只需要2分钟。解除炸弹很简单，只需要你右手拇指的指纹，炸弹就可以被解除。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明白。也就是说，只有我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终止引爆，但是我不可能在3分钟之内到达2个地方，我只能终止其中一个。李诗然和厉一阳，你选择杀死谁？三本，准备好奔跑了吗？我要开始计时了。3、2、1。放心吧，今夜不会让炸弹爆炸。三本，告诉我你选谁了？告诉我你现在什么感觉？在你救一个人的时候，你要选择杀死另一个人，哪怕这个人你心里不喜欢，是不是也会不舒服？你要克服这个过程。杀人真的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，一旦你享受了，你就会喜欢上这种奇妙的感觉。你终止了引爆器，对吗？没错。你选择了厉一阳。没错。李轩然是个警察，是个在普通人眼里正直、善良、敬业的警察。他和你一起办过3个案子，你却选择要杀死他，为了救一个土棍，为了救一个瘾君子，是吗？不，我并没有杀死任何一个人，而且李勋然也并不在主楼那个房间里。我说的对吗？你确实喜欢杀人，但是你更喜欢战胜我的感觉。你以为长时间的对我观察就会对我有所了解，所以你判断我会选择李勋然。在你的计划里，让我先冲到主楼那个房间，里面空无一人。厉一阳身上的炸弹随即就会引爆，这样我既杀了一个人，又没救到任何一个人，也就达到了你战胜我的目的。说的对吧？你是在拿李旭然的命跟我赌吗？相信这种的心理是我的工作，不是赌博。时间已经到了。
谢涵跟我玩了一个游戏。游戏？他在2个人身上分别装了炸弹，我只能重视其中一个。他们2个人只有1个人可以活命，我选择了李阳。景阳，不要害怕，你也看到了，易轩然并不在这里。难道轩然的谢涵应该是趁我们合围成功之前，带李轩然离开了这里。如果我早一点发现那个手指的含义就好了。他这么努力的在传递消息，只要早一点，就一天。景阳，我并不了解李轩然，但我可以肯定，他一定不喜欢你说这句话的。谢涵正在逃亡，带着一个活人，对他的行动肯定会很不方便，但他依然把他带走了，这就说明他一定另有所图。放心吧，他不会杀李轩然的，我们还有机会救他。没事的。